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兰花频道。今天的这个影片，安格斯为大家带来几株都有黄色巧克力作为亲本的蝴蝶兰。那我们首先会先看2颗，然后影片的后半段再看另外1颗，但这3颗呢都是在Joseph 的兰园购得，然后他们来的时候呢是2株放在一个盆里面，所以他们当初来的时候是小苗，但是我有把它们分开来种植。好，那本来是各2颗，但是现在只有变3颗，是因为现在看到的这2颗成长都 OK， 但是等一下我们看到另外1株只剩1颗的原因是其中1颗有生病，后来呢我就是决定把它剔除掉。当初会购买这几株兰花，主要是因为好奇它们的特性哦。因为黄色巧克力，我其实对它不是很熟悉，但是看到照片之后，我很喜欢它的颜色，这种橘橘红红的颜色很讨喜哦。然后再加上它花的边缘是有一点点黄色的滚边，或者是你可以说它的整个背景的颜色是黄色，再加上红色在前景，反正看起来整颗橘橘红红的，我觉得非常的讨喜。这3株兰花呢都没有香味，不过它的这个颜色还有它花瓣上面如果有照到阳光它上面是会有一点像亮片一样的这种颜色的反光的呈现，是蛮不错看的。那等一下影片的后面也会有他们放在一起的比较，这2株的比较。其实呢就先卖一个关子，等一下你们放在一起比较之后，你再看看你能不能看出他们的不同点在哪里。这株兰花这一次只来了3朵花，比较少一点，偏少数，但是在肥料上面的加强，我想下一次表现应该会更好一点。它现在呢是种在无机介质里面其实就是发泡炼石，大颗的这种中大颗的发泡炼石，然后再加上陶盆 clay pot。那我外面会罩一个这种小的塑胶杯，其实是当做接水的啦。那有时候是泡水方便用，那有时候是如果水过多流到杯底，那其实就当承接水的器皿。那因为陶盆它本身还是比较容易吸水，所以如果在杯底那边留了一些水分的话，其实也能够提供它，比如说接下来的浇水完之后的好几天慢慢的吸收，这样子根系呢还有介质里面呢还是能够就是多少吸收到一些水分，也增加一点这整颗兰花的周围的湿度。在照顾上面，这3株兰花都没有什么太需要额外增加的部分其实佛系养护就非常足够。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另外1颗，这一颗是黄色巧克力，然后加上或乘上Joy Sarah Lady， 我会把名字打在影片的上方给你们做参考。那这一颗兰花呢就变成只剩下1颗，因为当初来的另外1颗其实就是生长得不好生病了，我就是把它移除那就只剩下1颗的原因呢，我对它就稍微比较会稍微注意一点但是其实养护上还是相当的简单。那这颗兰花你现在看到它就是这次来花是来了应该是4朵吧，也不算是多，因为这种中小型兰花养得好的话，其实大概5朵到7朵的话算是正常。那5朵以下的话，基本上就是你的肥料可能就是还要再追加一点点，养护上面就是水肥料、光线各方面可能都还是要再进步一点。那这颗兰花一样，特色就是它的花的周围呢是有黄色的滚边，花背后面其实也是黄黄的，然后它整个花的正面你可以看到是比较橘色，比起上1颗这颗颜色稍微偏橘了一点。
那一样没有香味，是我觉得比较美中不足，不过还是很讨喜。那这边呢就开始到他们的比较的照片了，两颗放在一起哦，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哪里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其实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比较明显的是在他们的花唇。前面两颗他们开的花的花唇比较红，就左边的这一颗，然后右边的这一颗是我们的第二颗，那它是比较偏桃红色，就这样子的差别。然后左边的这一颗呢，它颜色偏暗红一点，右边的呢比较稍微有比较橘、比较亮一点。不过这也只是很大略的去叙述它们的颜色，因为养兰花我们都知道啊，它们在花苞到开花当时的温度啊，也会取决于它们颜色的饱和度。一般来说，像我其他的兰花，在天气温比较低的时候，凉一点的时候，它们的颜色会比较深，比较饱和。天气热的时候呢，它们的颜色会比较偏淡一点，就比较没有那么的饱和。那最明显的就是我的文心兰类的花它像比如说我的 Sherry Baby 那一颗巧克力文心兰，冬天开的时候呢，它颜色就非常的深，夏天或气温比较高的时候，它开出来的花就淡淡的。然后我还有另外几颗是盾花蝴蝶兰、美花蝴蝶兰，那它们是红白相间的。那颗比较好玩的是，冬天的时候气温低的时候，开出来的花瓣数量白色居多，然后天气热的时候呢，红色的花瓣会居多。那这三颗，因为它都有罩了一个外面的外杯。那这外杯呢，我个人很喜欢这样子的操作，就是之前讲过的，当做一个接水的工具，浸泡它时候的工具，这样我就不用去共用一个浸泡的容器。那再来呢，有时候就是多余的水分就能够提供接下来浇水完后几天这些兰花持续的吸水。那也进而能够增加兰花周围的一点点湿度。好，那最后呢，还是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它们开花影片的一个比较。然后左边还是颜色比较偏红，花唇的地方特别比较红，右边颜色稍微橘一点、淡一点，然后它的唇呢比较偏向桃红色。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